你修的什么邪法？为何能震碎本帝的道心枷锁？竟能引动本帝体内苏清鸠种下的道心枷锁，此子绝不简单。仙子，冤枉啊！我练的清心诀可不是什么邪法，我真是倒了血霉，穿越成这不能修炼的废物舔狗少主，被未婚妻下毒扔进乱葬岗等死。好不容易爬进这破山洞，发现盗炼功法可行，又让我碰上这女疯子。清心诀只是最基础的功法，怎可能乱本帝无情剑心？仙子，真的是清心诀，你看，这是凌云宗失传百年的天机诀，这是天机道运。我操！盗炼清心诀修成什么天机诀？感情之前废物是没有打开正确的修炼方式。看，那是什么？玄黄线，道运生，是有人在悟道。该死，那废物葬身之地怎么会有悟道异象？全队听令，后山禁地有异宝出世，随我前去查看。是。这柳如烟之前亲手刺入的剑毒伤好了，修为也突破了炼气3层。不但彻底碎了苏清秋的道心枷锁，就连困我百年的地境桎梏也松动了。你究竟是谁？明明毫无修为，却能施展天机诀。在下周贤，炎剑宗少宗主。我真不会天机诀，就是之前一直不能修炼，今天快死了，想着反正清心诀正着练没用，就试着倒着练。清心诀倒练，便能悟出凌云宗至高秘密。你这借口比3岁孩童还可笑。仙女姐姐，其实你想悟道可以直接说的，没必要找这么个……本帝乃无情剑宫之主叶清雪，今日之事，若有一字坏行，你和整个炎剑宗都会从这世间消失。尼玛，刚帮了他就翻脸不认人。无情剑帝是吧？行，我记住了，等着，我一定会证明你的道是错的，有情亦可正道。证明我的道是错的，就凭你这炼气蝼蚁，先摸到无情剑宫的山门，再说大话吧。封锁洞口，别让一毛跑了，仔细搜查。麻烦。这是……若你真能真活着走到无情剑宫山顶，凭此路，或有资格当我一名守剑奴。剑奴？行，叶清雪，记着，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亲口承认，我的道是对的。啊，周贤，他怎么还活着？刚才的动静，难道是他？怎么，看到我一丝很失望？咱们的账慢慢算。周贤，你身为炎剑宗少宗主，私通外人，私藏异宝，按宗规当诛九族。今日我便带宗门清理门户。清心诀盗炼版。我的灵力在逆行。我的心法怎么乱了？不对，我的灵力在逆行，好难受，好像有人在敲我的识海。周师兄，你对我做了什么？我的道心在崩溃。脏东西，狗都不碰。师兄，救我！这功法对心智不坚者效果太猛，但以我现在这点修为，最多只能施展2次，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何方妖人，敢在我炎剑宗放肆！贤儿，你还活着？
这香气，不对，什么邪功，竟能撼动老夫元婴？散！贤儿，你能修炼了，炼气3层，而且灵力精准浑厚，远上同阶。好啊！哈哈哈哈！老子就说，我周震天的种怎么可能是废物？轻点儿，好小子，瞒得爹好苦！你这是得了什么逆天机缘？刚才那玄黄雾气，宗主，他修炼邪功，方才那玄黄雾气便是证据，他能乱人道心。宗主明鉴，周贤身为少宗主，却勾结外人修炼邪功，玷污我炎剑宗清誉。按宗规，当废修为，逐出宗门，诛其9族。请宗主正法，严惩周贤。正法？正你娘的狗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儿勾结外人？玄黄雾气就不能是我儿新悟的正道玄功，被你们这群心智不坚的废物误解了？宗主，这是要包庇亲子，忘记宗规。宗规？在炎剑宗，老子的话就是宗规。我已传讯我爹，执法庭大长老刘楚生，今日之事不给交代，你这宗主也别当了。执法堂最高警报令，柳如烟，你好胆！周贤修炼魔术，铁证如山，宗主包庇便是同罪。我爹挟执法堂已至，你们父子今日谁也逃不掉。逃？我为什么要逃？你想做什么？退婚，然后杀了你。废物终于开窍了。不过，凭什么是你退婚？要退，也是我柳如烟休了你。哈哈哈哈哈！好，这才是我周震天的种。退，这婚早该退了。爹，把你身上的功法都给我看看，我找本最合适的，等会儿好杀狗。儿，记住，天塌了，爹给你顶着，但功法得你自己选，路得你自己走。可笑，临死抱佛脚。就算你把这里功法学会了，又能怎样？在我爹他们面前，依然是蝼蚁。聒噪！天才的世界，你这贱人懂个屁！正练是烈火，倒转即为极寒，烈焰剑法就是你了。老爹，再给我颗回元丹，顺带帮我护法。等我练完，给他们整个大活。周震天，滚出来，领罪！燕儿，爹，周贤那废物修炼邪功，与不明身份之人密谋。宗主他包庇晴子，还要杀女儿灭口。周震天，你好得很。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亲手废了周贤修为，押入执法堂地牢，本长老可念你多年宗主苦劳，从轻发落；二，本长老按宗规，宗主包庇魔宗，残害同门，渎之枉法，亲自废你宗主之位，就地格杀。刘楚生，你算个什么东西？宗主之位乃老祖亲传，轮得到你这条老狗指手画脚？哼，冥顽不灵！执法堂听令，布九幽烈焰阵镇压此寮，若欲反抗，格杀勿论。遵令。成了，跟我想的一样，盗炼功法不光效果相反，就连威力也会变强。爹，歇会儿，该我上场。
柳老狗来得正好，省得我再跑一趟。废物，你说什么？今日我周贤要跟柳如烟退婚。退婚？就凭你这修炼魔术、德行有亏的废物，也配谈退婚？配不配，你说了不算。严剑宗周贤今日立此血书，休弃毒妇柳如烟，自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若为此事，魂断身亡。你竟敢用血书休我！签，或者我帮你按手印。好，周贤，这是你自找的。今日不是你休我，是我柳如烟休了你这条没用的废狗。诸位都看见了，婚约已退，那周家父子与我柳家再无瓜葛。执法堂启动杀阵，将此二人就地正法。凡有阻拦者，以同党论主，杀无赦。杀！贤儿快走，也替你开路。贤儿，你赶紧走，此杀阵专克元婴，爹撑不了多久。老爹，从小到大都是你护着我，这次换我来护着你。哈哈哈哈哈哈！匹夫悍术不自量力，区炼气三从，也敢直面元婴之威，找死！给本长老朕！好贤儿，长大了，知道护着老子了。但天底下哪有儿子挡在爹前头的道理？老爹，且慢，修炼一途，岂是全看境界高低？水可灭火，冰可镇炎，功法若相克，属性若碾压。纵然炼气对元婴，又有何惧？老爹，你看好了！贤儿，你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给本长老烧，把他烧得神魂俱灭，灰都不纯！废物！我看你不光是修炼废了，脑子也蠢透了。这修真界不忘金兰，何曾有过炼气战胜元婴的先例？痴人说梦！是吗？这气息，我的灵力被冻住了。阵奇在反噬，这寒气能冻结灵力本源啊！我的经脉！怎么可能？这是什么邪门功法？竟能冰封反噬九幽烈焰阵？这绝非普通冰系功法。此子之前一直在藏拙，还是得了什么逆天传承？不管是什么，如此诡异，如此潜力，断不能留。炼气3层，一剑破3大金丹长老结成的元婴杀阵，这怎么可能？他刚刚练的不是烈焰剑法吗？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刚刚那一道剑太帅了！妈的，帅不过3秒，差点把老子给抽干。必须尽快找到能提升修为根基的功法来倒练，不然下次用这招，敌人没死，我自己先被炸成人干了。好，以炼气之境逆伐元婴杀阵，古今未有，旷古烁今。哈哈哈哈哈！吾儿周贤有大帝之资。老爹，轻点儿。好一个大帝之资，周震天，你养的好儿子。大帝之资，您儿子我可是早就把绝情剑帝给拿下了。诸位同门都看清楚了，此子周贤修炼的是蕴含至极魔气、损人道基的魔族邪功。按修真界铁律，凡修习魔族功法者，人人得而诛之。周震天，你身为宗主，不仅不查，反而百般包庇，甚至纵子行凶，重伤执法长老。此事已非我严剑宗一家之事，本长老即刻便将此魔子押往无情剑宫，请剑宫使者乃至叶剑帝亲自公审。届时
看看这修真界第一剑道圣地会如何处置。对，无情剑宫乃修真界至高圣地之一，执法天下，对魔道手段更是酷烈无情。他去了，定是在劫难逃。不行，贤儿功法确实有异，断不能让他去无情剑宫。可笑！你们废物就说人修炼魔功，有我在，你们休想动邪！周震天，此事押我去无情剑宫，柳长老，你真是个大好人啊！不过，在去之前还有件事要做。柳如烟，滚过来受死！去见你，自当要先解决以往的脏东西。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妄图残害同门，此子魔性已深，无可救药。周震天，你若再阻拦，便是与整个修真界正道为敌。今日本长老便替天行道，先擒了这魔子，休想动武耳！柳如烟，你不是自诩炎剑宗第一天骄吗？不是口口声声说我是废物吗？怎么，现在我就站在这儿，当着所有人的面儿，要跟你生死一战，清算你我恩怨，你却只敢躲在你爹裤裆后面？哼！炎剑宗第一天骄，我呸！我看是炎剑宗第一缩头乌龟、第一不要脸的贱人还差不多。周贤，我杀了你！妍儿，冷静。此子诡异，方才那冰寒剑气你也见了，他这是在激你，莫要上当。爹，此子已成我心魔，而且我并非冲动，我应战，但要把时间改到明日。明日，我必在所有人面前堂堂正正碾死他，夺他机缘，洗刷我一切污名。你有把握？须知此子邪门的很。有，爹，您忘了母亲留给我的那把剑专克阴寒邪祟。再说，只要将它拿下，指不定得到剑宫赏识，哪怕成为杂役弟子，那也是一飞冲天。好，周贤，我答应你。不过你今日消耗过大，免得输了说我欺负你，改为明日午时宗门生死台。行啊，那就再让你这贱人多活一日。哼，周震天，看好你这儿子，明日午时生死台见。若他敢逃，便是坐实魔子之名，天下共诛。贤儿，你太冲动了。那柳如烟知你诡异，又是筑基中期，今晚定会准备针对你的手段。明日之战，凶险万分。爹，放心，他需要时间准备，我也需要时间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用最解气的方式弄死他。贤儿，你练的到底？爹，宗门里有没有公认最难练、最垃圾、最不可能提升修为的功法？你要那种，越坑越好。有，风灵诀，自风灵脉，风灵脉，练者终生难破炼气。就是他。这竟然在吞噬灵气，跟我知道的风灵诀不一样啊！而且这就突破炼气9层了。嚯！筑基了，风灵诀能筑基。贤儿，你跟爹说实话，是不是修了魔功？是的话，咱立刻跑路，爹拼死护你。老爹，想什么呢？你儿子我正得发邪，就是练功方法特殊点儿。吓死爹了！不过你这也太过特殊了。所以，明日管那柳如烟有什么阴谋诡计，藏了什么宝贝，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纸老虎，
周旋真来了，他才恢复1夜，柳师姐可是筑基中期，还有宝器。贤儿，此战不必勉强，实在不行，爹带你跑路。老爹，你且看我如何让他憋屈的死去便是。周贤，此乃玄阴剑，专克阴邪污秽，破一切魅毒。今日我便以正道之剑斩你这装神弄怪的魔子，让你知晓旁门左道在真正实力面前何当可笑。就这，搞这么大阵仗，我还以为你能掏出什么了不得的底牌，白期待了。嚣张！我先断你4肢，再废你修为。猖狂！太嚣张了！柳师姐，给这废物点颜色看看。就是，柳师姐是宗门第一天骄，又有玄阴剑在手，杀她如屠狗。可周贤昨天的冰剑，怕什么？没听柳师姐说吗？玄阴剑专克阴邪，他那点邪门手段，今天不管用了。周震天，生死台规矩，外人不得插手。你最好老实待着，看你那有大帝之姿的儿子，今日如何被斩于剑下。刘楚生，哈哈哈！你们几个老王八蛋想拦老子，尽管试试，看看是你们先废了我，还是老子先锤爆2颗狗头，给我儿助兴。玄阴剑域，冰封千里。周贤，任你有何邪门歪道，在玄阴剑下皆为虚妄。今日之后，你只能做一条只能爬的废狗。台词又臭又长，果真最毒妇人心啊！行，如你所愿。蠢货！我说了，玄阴剑专克一切邪功，你的魔功在我面前就是笑话。第一剑，先断你这装神弄怪的爪子。柳师姐为我！为了他！贤儿，小心！老爹，你就这么不信你儿子啊？为何玄阴之气在消失？玄阴之气比普通灵气还要精纯，风灵诀倒莲的吞噬特性正好拿来加餐。专克阴邪，笑话，它是老子的大补药，给我吞！你这又修的什么魔功，竟能吞我玄阴之气？刚才你说要断我双手，巧了，我下一招也想断人点什么东西。吞噬灵力，这分明是魔道中最歹毒的邪功。周贤，证据确凿，你还敢说你不是魔道妖人？诸位同门，此子修炼如此恶毒魔功，今日若不除之，他日必成我炎剑宗乃至整个正道的大患。随我一起出手镇压此料，宗门必有重赏。废话真多。我的腿，爹救我！第一下，小畜生，你敢伤我嫣儿，本长老要将你抽魂炼魄，永世不得超生！哈哈哈哈！刘老狗急眼了，刚才不是要看戏吗？给老子好好看着，我儿说到做到。剑倒是不错。别过来，爹，救我！你说要断我4肢，我这个人讲究礼尚往来。这些年你们柳家欠我的，就拿他抵点利息吧。
利息收完了，现在该算本金了。你不能杀我！我爹昨日已用秘法传讯建功使者，今日必到。不错，周贤小畜生，建功使者顷刻便至。你若此刻跪下伏法，交出魔功，或许还能留个全尸。若敢再伤燕儿分毫，便是与天下正道为敌，必将受万箭穿心，神魂俱灭之险。天下正道，就凭你们这对下毒弑夫、栽赃同门、仗势欺人的妇女，也敢妄言正道，该死！尔敢！剑下留人。巡查使大人，你终于来了！子周贤修炼吞噬灵力的绝世魔功，心性歹毒，残害同门。其父周震天身为宗主，百般包庇，纵子行凶，与我等为难。此父子二人已然入魔，罪不容诛。严剑宗周震天见过建功巡查使，吾儿周贤所修功法虽有些特异，但绝非魔道。使者，救我！周贤是魔，他要杀我。本来想让你多活一会儿，看看你爹和你倚仗的使者能奈我何。但你这脏东西活着，我总觉得不亲手了结你，我又何颜面去见他？小对天发誓与你不死不休啊！杀得好，是条汉子。可贤儿，你这杀得太不是时机了呀，这下麻烦大了。蝼蚁安敢！你竟敢公然违逆，当面行凶！看来柳长老所言无苏，你已魔根深重，无可救药。今日本使便带剑功行天道，杀了他，为小女报仇，为天下除魔。贤儿快躲！那个啥，打断一下，天上那位，你认识叶清雪吗？公主名讳，岂是你这蝼蚁魔头可以直呼的？使者大人明鉴，叶公主至高无上，岂容这魔头玷污？请使者立刻诛杀此流。贤儿，你替那位做甚？名字不就是让人叫的？冰魄剑佩，此乃公主贴身信物，从不离身。你究竟是谁？从何处得来此物？贤儿你，这玉佩，使者大人，此玉佩定是他偷来或仿造的，切不可被他蒙骗。苏清秋，凌云宗圣主，妖族女帝，她不是在东荒青丘山闭关吗？怎么会来这儿？使者大人，您看到了，这妖女定是周贤这魔头的同党，这玉佩说不定就是这妖女帮他偷的，请使者速速将这一对狗男女拿下。找到了。你身上有那座冰山留下的冷味儿，是你破了本座的道心枷锁。可意思，真有意思。区区筑基期的小家伙，竟能如此轻松化解本座的千丝道韵。看来道心枷锁却是你所破无疑了。是我破的，所以能把玉佩还我了吗？那东西对我还挺重要。苏清秋，原来他就是叶清雪提过的凌云宗圣主，这等级的大佬怎么被我给招惹了？难道是冲着天机诀来的？这是凌云宗的妖法，我认出来了，玄黄惑心，道运乱神。好啊，
原来昨日在后山禁地与周贤这小畜生密谋修炼邪功的凌云宗妖女就是你！剑使大人，铁证如山，周贤与他修炼邪功，玷污我宗禁地，如今更是窃取公主信物，其心可诛。请大人立刻出手，将此二两一并镇压，抽魂炼魄，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啊！密谋？是了，世间唯有天机诀可破道心枷锁。不过天机诀早已失传数百年，他一个筑基期的人族小子如何习得？他身上秘密不少呢。周震天，你还有何话说？剑使大人修为早入化神，执掌剑功刑法，明察秋毫。今日你们父子连同这妖女一个都别想跑，都要给我女儿陪葬！哈哈哈！贤儿，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爹拼了命也会爆发元婴，拖住他们一瞬。你看准机会，立刻跑，永远别再回来，听到没有？老爹，放100个心，用不着跑。咱们呢，等着看场好戏就成。刘楚生，你要是知道她是凌云宗圣主，妖族女帝，又当如何应对？此妖女与周贤这魔头勾结，言行放浪，扰乱我宗门法度，待属下先将这妖女拿下。真是茅坑里点灯找屎！这老狗，妖功心切，眼都瞎了。小白狸，100多年不见，你手下的狗还是这么不懂规矩，又吵又爱乱咬人呢。你再不出声，姐姐我可要帮你管教管教了。妖女，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直呼剑使尊名，给我受死！剑使大人，为何？属下是在替您清除妖孽，维护剑宫威严啊！贤儿，这怎么回事？老爹，放松点儿，这说明啊，刘老狗这马屁算是结结实实趴在马蹄子上了。好戏，这不才刚开场吗？刘楚生，闭嘴！苏圣主，100年未见，别来无恙。圣主，凌云宗圣主苏清秋，妖族女帝。她是那个凌云宗的女帝。无恙无恙，就是闭关久了闷得慌，出来随便走走。没想到随便逛逛都能遇到这么有趣的小家伙，还差点被不长眼的狗冲撞了。苏圣主，此子身怀异力，功法诡谲，残杀同门，更持有公主信物。本使需带他回宫面见公主，查明一切。此乃我剑宫内务，还请苏圣主莫要插手。小白狸，你是在拿他压我吗？本座对此子也很有兴趣呢，他身上有些东西，本座必须弄清楚。在那之前，谁也不能带他走。他的修为竟已精进至此，比100年前更加深不可测。此事麻烦了。这位圣主的道玉，我的风灵诀居然有点反应，难道这吞噬之力连道玉也能吃？周贤，你手中冰魄剑佩乃我剑宫公主信物，持佩者可受剑宫接引，但需经受问心剑路之考，以明心计，以正功法。贤儿，别答应！那什么问心路，一听就是龙潭虎穴，去了就由不得我们了。去啊，为什么不去？不过剑使大人，要我跟你走可以，但我得带个人一起。带谁？这条老狗纵女行凶，下毒弑夫在前，构陷同门，污我修魔在后，其心可诛，其刑可比。我要他同上问心路，当着你剑宫，当着天下正道的面，让那问心之剑照一照他那颗黑透了的狼心狗肺。
问心路可照世间黑白，我不能去。圣主，我之前不知道是您，都怪这小杂种。冒犯圣主，留你一命以示开恩，还敢在这胡言乱语！至于这位苏圣主，您不是也有事要问我吗？问心路听起来路途不近，路上无聊，要不您也一起，咱们慢慢聊。有趣，太有趣了，小家伙，你真是一次让姐姐惊喜呢。好啊，这般热闹，怎能少了姐姐我？我也很想看看叶清雪那冰山脸，看到我们这一行人时会是什么表情呢？苏圣主说笑了。周贤，携外人同行问心路，与建功规矩不合。尤其苏圣主身份特殊，恐生不必要的波澜。本使可带你先行处置此间守邪，作为交换，你独自随我回宫复命，最为妥当。刘楚生及其党羽皆可按宗规见律严惩，断无后患。见识明鉴，周公子开恩，我等皆是被刘楚生这老贼胁迫，愿供出一切罪证，只求一条生路啊！破！你们破！小家伙，别听他的，条条框框闷也闷死了，跟姐姐走。只要你现在点头，你就是我宗圣子，如何？周贤，你须想清楚，建功问心乃是你澄清自身、了结恩怨的政绩，入灵运宗便是自绝于天下正道。苏圣主厚爱，周贤惶恐，但我选问心路。不过，剑使大人，我要的不是他悄无声息的死，我要他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他刘楚生纵女弑夫，构陷同门，以权谋私，哪一件配得上正道二字？好，说得好，小家伙，你这脾气对姐姐的胃口。小白梨，你们建功标榜公正，不会连这点气度都没有，怕我一个外人旁观吧？既然苏圣主执意旁观，又自诩守礼，那便请圣主谨记，问心路乃建功重地，规矩森严。时辰已到，启程。贤儿，保重，爹等你。爹，等我回来风光，顺便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道途。苏圣主，想学天机诀吗？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教你，保证有趣，不让你为难。条件？小家伙，你真是让姐姐心痒难耐呢。恭送圣主、剑使大人与周公子。白丽丫头，先别急，听听这小家伙有什么条件。周贤，你竟敢与他私下提条件，可知戏弄于他会是如何下场？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小白梨，你这话说的，姐姐我好伤心呢。你这是在败坏姐姐我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名声呀！再这样胡说八道，姐姐我可真要不客气喽。白梨不敢，前辈误会了。走啊，快走啊！这傻星怎么还不走？都怪周贤这小畜生多事。对，都怪他，竟敢跟这妖女谈条件，快激怒他，让他一巴掌拍死这小杂种，最好连带周震天一起。我的条件很简单，请苏圣主助我爹登灵化神境。贤儿，你……我当是什么难事？这点小事
也值得你拿来当条件。且慢！小家伙，你这是什么意思？要反悔，还是信不过姐姐的手段？小子，胆子是真的大。苏清秋何等人物，出尔反尔后被人打断施法，寻常修士早已魂飞魄变，为何偏偏对他如此有耐心？这下死定了！妖女，快发怒，捏死他！苏圣主误会了，只是强行灌顶，以力破境，虽可成化神，却会损伤我爹道基，断绝大道，这非我本意。我要的是9品化神丹，以此丹为基，助我爹完美突破，夯实道基，未来方有无限可能。9品化神丹，你可知炼制此丹之材料举世难寻，成丹之节堪比天罚，就算是我建功宝库也未必存有。这小子绝对是疯了，9品化神丹，他也真敢要。这下不用我们祈祷，他自己就把自己作死了。坐等看他被妖女拍成肉泥。哦，抽魂炼魄，贤儿，不可胡闹！为父能突破元婴已是万幸，岂敢奢求9品神丹？快向圣主赔罪！好，我答应你。不过，小家伙，记住，若是到时候你拿不出让姐姐满意的东西，或者敢骗我，下场会很严重哦。姐姐我呀，最讨厌别人骗我了。周震天，你生了个好儿子。多谢圣主，多谢圣主！答应了，还好还好。不对劲，他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这周贤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能让他如此透刺？苏圣主，条件既已谈妥，可否即刻启程？建功问心路开启在即，公主与诸位长老还在等候。小白梨，急什么？9品化神丹我妖族库存里可没有现成的，那东西得现炼。现炼，9品丹地放眼东荒乃至中州屈指可数。且不说请动他们出手的代价，光是凑齐材料，就非一朝一夕，所以得去找一位故人，丹帝苏小软。是他，那位富可敌国、坐拥无数天才地宝的多宝丹帝。若是他手中确有炼制9品化神丹的可能，甚至可能有存货。苏小软，名字这么软，听起来很厉害。富可敌国，丹帝。哦，你也知道他？自然知晓。100年前，曾随公主拜访过一次多宝仙府。那位丹帝的性子颇为独特，如今能请动他亲手炼丹的人，怕是寥寥无几。即便请动，所需代价恐怕也……我自是知道，与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不过嘛，此事乃这小家伙所求，我所应。既然应下了，就由不得他苏小软说不。大不了抢便是了。霸气，不愧是妖帝，这作风对我胃口。说什么也得把天机诀教会他。苏圣主，苏小软交友遍天下，自身修为莫测，更与几大圣地关系为浅，强抢只怕会惹来天大麻烦。怎么，小白梨，你怕了？若是怕惹麻烦，现在就可以带着这条死狗先回去。等姐姐我陪着小家伙逛完了多宝仙阁，自会去你们建功问心路做客，如何？好，苏圣主既然执意如此，白蝶不便阻拦。周贤，记住，你身负建功问心之约，本使给你1个月时间。1个月后，若未在建功见到你与苏圣主，便统统违约。届时建功执法剑锋所向，将不再只针对你一人。你父周震天乃至严剑宗，皆需承担相应后果，勿谓言之不预。1月之内，必至建功。望你守信。贤儿，一切小心，丹药之事，莫要强求，自身安危为重。
爹，等你回来。爹，放心，在家好好的，说不定下次回来真给您带个惊喜。我走之后，我爹的话便是宗内最高法惩。若让我知道有谁阳奉阴违，暗地里搞小动作，或者让我爹有些丝毫不如意，下次我回来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好说话了，懂？懂。这公子放心，我等必以宗主马首是瞻，绝无二心。若有违背，天诛地灭。小家伙，交代完了，那咱们也该出发了。爹，保重！贤儿，坐稳了，小家伙，姐姐带你去见见什么叫做真正的豪横。确实挺豪横的。苏小软，老朋友来了，还不快出来迎接？原来是凌云宗苏圣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只是什么？只是丹帝大人早有言令，说若是圣主您来，多保仙府，概不接待。哦，不接待？他亲口说的。圣主请看，丹帝大人他还立了块牌子。好家伙，这仇恨值拉的够直接的。苏小软，你很好。一块破牌子也敢拦我？今日本座就拆了你这狗屁多宝仙夫，看你还立不立牌子！等等，苏姐姐，冷静，千万冷静啊！你拦我？咱们是来求丹的，不是来结死仇的。您这一掌下去，丹药肯定泡汤，说不定还得跟这位丹帝打成不死不休。有求于人，有求于人嘛。不过，苏姐姐，您到底对他干了什么丧尽天良？不是，是做了什么让他如此念念不忘，非得立块牌子铭记于心的事儿啊？能有什么大事？不就是300年前看他洞府里那株七窍玲珑黄血花开得不错，顺手摘了吗？还有上次他炼的那炉九转还魂丹，我看着成色挺好，拿了2颗尝尝。好家伙，这哪是抢了点小玩意儿，分明是把人家当自家后院仓库了。感情抢便是了，是您的常规操作，不是专门为了我才发的豪言壮语啊！苏青秋，你个臭不要脸的女流氓、强盗、土匪，谁跟你是老朋友，还带着个小跟班来？跟你苏青秋混在一起的，能是什么好人？不见，快滚！不然我启动护府大阵轰死你！苏小软，给你脸了是不是？今天这丹你给也得给，不给，本座就踏平你的仙府，自己拿。完了，彻底谈崩了，不能让他们打起来。晚辈严剑宗周贤，此来为父求取9品化神丹，苏姐姐只是带路，并无恶意，还望前辈成全，晚辈愿付出任何代价。你退开，此乃本座应你之事，轮不到你出手。喂，那边那个小子，你叫谁前辈呢？本地青春永驻，风华正茂，你看我哪里像前辈了？再敢叫老，信不信我1颗丹药让你体验100年沧桑？是，晚辈失言，丹帝大人恕罪。丹帝大人青春靓丽，仙姿绝世。还有你，苏青秋，你这个强盗头子、狐妹子，臭不要脸！吓唬谁呢？有本事你真打呀！你今天要是敢碰我多宝仙府1块砖，我立刻就把库
里那枚珍藏的九品化神丹拿出来，当场喂狗。还真有，而且听这意思，好像还是现成的，没白来，太好了。但绝对不能让他们真打起来，丹药要紧。苏姐姐，苏姐姐，消消气儿，消停火。你看，丹药就在她手里，她真能干出毁丹的事儿。为了我爹，为了咱们的约定，忍一时风平浪静。剩下的交给我，我来跟他谈，好不好？您先歇歇，看我表现。苏小软，几百年不见，你不光小气，还越来越小心眼儿了。劝住了，劝住了。这位姐姐虽然霸道，但还是讲点道理的。不过，这位丹帝大人看起来更难搞啊。或者，我能不能也学点炼丹的功法，自己练？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这狐妹子什么时候转性子了？居然会听一个筑基期小修士的话，模样倒是挺俊。苏青秋，你什么时候换口味了？连小弟弟都不放过，老牛吃嫩草啊你！是啊，这小家伙是挺合我胃口的，可惜啊，被叶清雪那个冰山捷足先登了呢。什么？你说谁？叶清雪？那个羞无情见到看男人跟看石头一样的叶清雪？她找男人了，还是个筑基期的小弟弟。真的假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清雪姐姐怎么会？这个纯属意外，意外，真的。喏，叶清雪的冰魄剑佩总做不了假吧？这可是她亲自给的定情信物呢。居然是真的，清雪姐姐的剑佩，她真的……好吧，看在你和清雪姐姐有点渊源的份上，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是要九品化神丹吗？这是我早年用过的赤炎炼手炉，材料、丹方我都可以给你准备好。只要你能在3天之内用这个丹炉成功炼出1炉丹药，不论品阶，不论种类，成丹即可。做到了，九品化神丹我立刻奉上，分文不取。做不到，那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以后也别再打着为父求丹的幌子来烦我了。我倒要看看能让清雪姐姐那块万年冰山都动了凡心，还能让苏青秋这狐妹子另眼相看的小家伙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炼丹最能见信性、悟性、耐性，3天，哼，寻常丹师入门都不止3天，让我瞧瞧你的本事。3天成丹，我连丹炉都没摸过。不过，要是能找到炼丹功法，我倒着练的话，会练出啥玩意儿？苏小软，你故意的是不是？3天成丹，还是用这破炉子？你以为天下炼丹的都跟你一样是丹道怪物，生下来就会玩火？你这就是欺人太甚，摆明了不想给。好，我答应了。你说什么？你答应了？周贤，你脑子坏了！就算是最基础的辟谷丹，寻常丹童没个1年半载也摸不着门道，你连丹炉朝向哪儿开都不知道吧？你这不是答应，你这是找死！疯了，真疯了！筑基期3天成丹，这是我100年来听过最好笑的笑话。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这是无知者无畏。丹帝大人这是摆明了让他知难而退，他倒好，顺杆爬了。唉，等着看吧，别说成丹，能点着火控制住炉温不炸，我跟他姓。年轻人为了在女帝面前逞强，命都不要了。你真答应？我可提醒你哦，炼丹可不是过家家，控火不稳、药性冲突、灵力暴走，都是会炸炉的。这赤炎炼手炉虽然是我早年用的，但炸起来的威力，把你这小身板炸成灰灰还是轻轻松松的哦。
可疼了。无妨，炸了就炸了，算我学艺不精。不过丹帝大人，既然是考验，总得给点参考资料吧。我也不要什么高深丹方，您就把最基础、最大路货的基础炼丹诀给我瞧瞧就行，用不着3天，1天之内，我指定用这炉子给您炼出点能称为丹的东西。到时候您可别出尔反尔，舍不得那枚9品化神丹就行。1天，他以为炼丹是炒豆子吗？疯了，彻底疯了！丹帝大人，快答应他，我们都等着看这位1天丹神的表演呢。好，很好，周贤，你厉害，你可千万别死在这儿了。你答应教我的天机诀，可还一个字都没说呢。你要是把自己炸没了，姐姐我就把你爹抓回凌云宗，天天让他给我讲你小时候的糗事。放心，等着看便是。好，一言为定，1天就1天。喏，基础炼丹诀里面附了3种最低阶丹方：辟谷丹、止血散、清心丸。材料我马上让人给你备10份，炉子就在这儿，地方也随你用。对了，看在你这么有信心的份上，姐姐我再送你一本炸炉的100前兆及逃生指南，是我早年编写的，可实用啦。多谢丹帝大人关怀。那么开始吧，1天丹神小弟弟，计时从现在开始哦，我很期待呢。基础炼丹诀到手，1天倒着练的话，时间应该够吧？不管了，开搞！第1步，运转浴火诀于丹田生丹火，顺经脉至掌心，温和注入丹棱火口。顺经脉，嘿嘿，老规矩，反着来。你们快看，他是不是在吸火气？我从未见过如此修炼浴火诀的，这是在自杀吗？哎呀，我的肚子不行了，这比说书还有趣。丹帝大人，您的基础炼丹诀怕不是盗版的吧？怎么玩意练得跟抽风似的？装模作样，以为摆个奇怪的姿势就能糊弄过去，果然是不知所谓的蠢货。苏清秋，你从哪个山沟里捡来的活宝？这哪是炼丹啊？这分明是嫌自己命长，灵力逆行冲脉，轻则经脉灼伤，重则丹田焚毁。他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吗？完了完了，清雪姐姐一世英名啊，她怎么看上这么个废材？这简直是在乱练胡闹！急什么？好戏说不定才刚开始呢。这小子邪门得很。逆炼之火成了，哈哈，果然倒着练才是王道。丹帝大人，药材既备，炉火已燃，晚辈这便开始炼丹了。完了，他没救了，还炉火已燃，他是不是走火入魔，出现幻觉了？正炼是依次放入材料，用文火慢慢熬炼，融合药性，最后凝丹。那我倒着来会怎样？清雪姐姐到底看上他什么了？这已经不是炼丹了，这是在给我的炼手炉喂猪食吗？还是想用最壮烈的方式自杀？这小子每次都能玩出点新花样，这次是嫌炸炉不够快吗？逆炼吞灵熔丹，这气息不对，完全不对，这不是炼药，这是在用炉子打架吗？他到底在干什么？有意思，真有意思，小家伙，你每次都能给我惊喜啊！给我撑！周贤，你个败家玩意儿，赶紧带着那狐媚儿给我滚出多宝仙府！现在，立刻马上！我现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再不走我放虎山大战了！幸好关键时刻用风灵诀的吞噬之力护住了主要经脉，还把爆炸中心的大部分狂暴灵力给吞了，不然这下真要疼了。炸了，真炸了！我就说嘛，1天丹神，1天炸炉神还差不多，笑死我了！搞出那么大动静，结果就听了个响，丹帝大人的炉子哟，可惜了。小家伙，现在死心了？别逞强了，9品化神丹，姐姐我现在就进去帮你拿，晾着小气鬼也不敢真跟我拼命。丹帝大人息怒，炉子的事儿，晚辈稍后一定设法赔偿。不过，丹药虽然没炼成，
但晚辈好像练出了点不一样的丹渣，可否请您长长眼？蛋渣？他还好意思说练废了的药渣也好意思让丹帝长眼？这人脑子绝对被炸坏了！苏圣主，快带他去看看脑子吧。我们多宝仙府有上好的安神丹。看你个大头鬼，一堆练废的焦灰有什么好看？赔我炉子！你这丹渣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说！所有人立刻离开多宝仙府方圆100里。今日之事，若有一字外传，便是与本帝为敌。你们两个跟我进来。看来你那堆黑灰好像真的有点意思。走吧，小家伙，看看我们的小富婆发现了什么宝贝。这是蕴含了上古丹韵的古丹残蜕，而且是最精华的部分，早已失传了。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对于炼丹师而言，这不仅仅是丹药，这是道的碎片，是上古丹道的法则显化。服用它，不仅能极大提升对火候药性的掌控，感悟更深层次的丹道治理，甚至能有一丝机会窥见早已断绝的以丹正道的门径，其价值远超10颗不100颗9品化神丹。上古丹韵，古丹残蜕，听起来好像很厉害。逆炼之火牛逼啊，瞎搞都能搞出这种宝贝。看来这波9品化神丹是稳了啊！有这么厉害吗？丹帝大人，您是不是看错了？我就是瞎练的，把您炉子都炸了。有这么厉害吗？他不就在那胡乱倒腾，跟炉子打了一架吗？亏你还是丹帝呢，瞧你这副没见过世面样子，几颗黑灰就把你激动成这样。你才没见过世面，你全家都没见过世面。狐妹子，你懂个屁的丹道！这是古丹韵，法则碎片。你知不知道这东西要是流传出去，整个炼丹界不，整个修真界都会引发腥风血雨，无数隐世不出的老怪物都会跳出来抢破头。哎，急什么？这可是我家小家伙练出来的东西，就算是宝贝，也得先问问主人吧。丹帝大人，那晚辈之前的考核，这算我练出了点东西吗？那9品化神丹算，当然算。岂止是算，你简直是万年不遇的炼丹奇才，不是炼丹的神。那种早已失传的古法，你居然误打误撞练出了一丝韵道。给你，化神丹给你了。那个古丹残翠能不能给我？我可以拿其他任何宝物跟你换，多少灵石都行，或者你再提别的条件。苏姐姐，这丹渣对我无用，既然丹帝大人需要，便给他吧。哟，这会儿倒是大方了，刚才炸炉的时候怎么不想着点儿？行，给你。瞧你那副没见过宝贝的馋样。道韵外放，这玩意儿真有这么神奇？周贤，不，周道友，请你教我你炼制这古丹残配的方法，任何条件随你提，甚至要我帮你对付这狐妹子都行，只要你肯教我。你绝不仅仅是运气好，能触及上古丹韵，哪怕只是残蜕，也说明你的炼丹之道与我等截然不同。直指本源，教我。不是，这什么情况？怎么这些女帝一个两个的都追着要我教他们啊？倒着练有这么牛逼吗？难道我真是个天才？不对，难道我真是个怪物？哎，小富婆，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抢东西可不符合你丹帝的身份。这小子可是我先看上的，我们有言在先，我帮他拿到9品化神丹，他便教我那失传的天机诀。你这一上来就要插队，不合适吧？天机诀，那不是凌云宗早就失传的上古秘术吗？怪
怪不得清雪姐姐那块冰山会把贴身剑配给你，这狐妹子也缠着你不放。你会失传的天机诀，还能练出上古丹韵，你该不会是哪个上古时代沉睡、刚刚苏醒的上古大能转世吧？不，我就是严剑宗一个普通弟子，真的，只是修炼的时候出了点岔子，偶尔能鼓捣出些奇怪的东西而已，纯属意外，运气，真的。只是运气好，小家伙，你这运气未免也好得太过逆天了吧？丹帝大人，您想学，我可以教，不过我那法子很怪，可能没法用正常的丹道理论解释。您确定要学？学，当然要学，怪也无所谓。越是难以用常理解释，越是接近大道本源。那从今天起，我就跟在你身边，你的修炼资源、日常用度我全包了，想吃什么丹药随便拿。哦，对了，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哟，我们的小富婆这是怎么了？不仅要送资源包吃喝，还要贴身跟随。你这哪是想学炼丹啊？该不会是也看上这小子了吧？你胡说什么？谁看上他了？我这是对丹道的追求，是学术研究。狐妹子，你不要以己度人。哼！苏姐姐，丹帝大人，我得赶紧把这9品化神丹送回去给我爹，然后还得在1个月内赶到建功问心路，时间紧迫。送丹药去建功，我跟你一起，路上也能探讨丹道。我这就去收拾点东西，很快。哼，小家伙，你还真是个招蜂引蝶的体质呢。不过这样也好，去建功，姐姐知道一条近路。近路好啊，就走近路。近路走南冥离火井，那可是火焰女帝凤九哥的地盘，她跟叶清雪可水火不容。好弟弟，可不要辜负姐姐的一番好心哦。走了，送丹药去。飞什么飞？苏清秋，你是不是穷惯了？带着我苏小软看上的人啊，不是，是跟着我苏小软学习的人出行，怎么能这么寒碜？用飞的，风吹日晒的，多掉价。小富婆，你皮又痒了是不是？那你说怎么走？好家伙，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出门做宫殿？当然是做我的星枪玉辇去啊！里面房间10几个，应有尽有，速度比你那破妖云快10倍，还稳当。这才配得上咱们的身份嘛！周贤，快上来，我带你参观，最好的房间留给你。行，就你最富，就你最能显摆，暴发户。天，那是什么法宝？好恐怖的威压！难道又有强敌来袭？比之前见识的威势还吓人。如此气象，来者是何方神圣？难道又是冲着贤儿来的？不行，无论如何，我也要护住宗门和贤儿留下的基业。宗主，这看起来比灵运宗圣主和建功使者排场还大。完了，我严剑宗这是走了什么霉运？怎么尽招这些煞星？镇定，看看再说。灵气稀薄，建筑也好破。周贤以前就住这儿啊？是灵运宗那位圣主。天啊，他又回来了，还带了更厉害的人。我宗威矣！爹，我回来了。贤儿，是贤儿，你怎么？周公子，他不是跟剑使走了吗？怎么坐着这等神物回来了？还和这2位……我的妈呀！2位女帝是护送他回来，这……恭迎周公子回宗，公子仙福永享，神功大成。公子您可算回来了，想死老奴了！恭迎公子回宗，公子鸿福齐天！恭迎公子回宗！这是我的儿子。
我周震天的儿子出门一趟，竟能让2位大能相随，乘坐无上宝辇归家，这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出息！爹，幸不辱命，九品化神丹，儿子给您取回来了。好，好，都起来吧，我送丹药回来，助我爹突破化神。此后，岩剑宗有我爹坐镇，尔等需尽心辅佐，不可懈怠。谨遵公子之命，我等必誓死效忠宗主，效忠公子。爹，事不宜迟，您尽快服丹突破，我们为您护法。之后，我便要启程前往建功了。好，爹听你的。这位仙子一路匆忙，还未请教尊位。哦，我叫苏小软。多谢仙子护送五子归来，并愿为周某护法。周伯伯不用客气，我跟周贤是学术伙伴，帮你护法应该的。苏小软，多宝仙府的那位丹帝。是啊，就是我。周伯伯也听说过我呀。我的个乖乖！丹帝苏小软，传说中一颗丹药能换一座城，我周震天何德何能，闭关突破化神，居然能让一位妖帝和一位丹帝联手护法，这排场，老祖宗见了都得从坟里爬出来给我磕一个。我儿这是要逆天呐，太出息了。周伯伯，您就放100个心去闭关，有我在，保证出不了半点岔子。要是缺灵气了，我这儿有上品灵脉之心，就算天劫来了，我这儿也有几件避雷的小玩意儿。总之一句话，包在我身上。多谢丹帝大人，周某感激不尽。小家伙，你爹根基扎实，又有9品化神丹，突破是水到渠成。不过按这灵气汇聚的速度，少说也得3天才能攻城出关。这3天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趁此机会把你答应教我的天机诀好好说道说道。姐姐我可是等得心痒难耐了呢。行，苏姐姐，就现在，找个安静地方，我教你。我也要学天机诀，上古秘术，我可以用顶级丹方换，或者你想要什么法宝，我……小软姐，这个不行，天机诀极易乱人道心，你主修丹道，心境纯净专注方是根本。此术若你学了，恐生杂念，与你丹道有损。你就留在此处，帮我爹护法，便是帮了我大忙了。好吧，不就是护法吗？简单。苏姐姐，我们去那边。什么嘛，神神秘秘的，还乱人道心，吓唬谁呢？我可是丹帝。我就不信邪，偷听一下总行吧？倒要看看这传说中的天机诀到底有多玄乎，还能影响本地的地心不成？好了，这样就算有炼虚老怪来捣乱，也能挡上1时3刻。周伯伯，您就安心突破吧。好了好了，快开始吧，小家伙！只要你教会我天机诀，下次再遇到叶清雪那冰山，看他还怎么在我面前摆那张臭脸。苏姐姐，咱们事先说好，我教你天机诀，但你不准用它来对付清雪，或者做任何伤害她、扰乱她修行的事。哟，这就开始护上了。人家叶清雪认不认你都还两说呢。不如这样，姐姐认你，疼你。苏姐姐，别开玩笑了，你必须对天道起誓，绝不用我教你的天机诀、算计去对付算计或伤害叶清雪分毫，否则这功法我不教。行，怕了你了。我苏清秋对天道起誓，绝不用天机诀主动对付算计或伤害叶清雪。若有违此事，叫我下次看上的宝贝都被人抢先摘走，行了吗？
小滑头还挺护食，不过姐姐答应不对叶清雪出手，可没答应别人不行啊。你最好加把劲儿，把南明离火信里那个1点就炸的火罐子凤九沟也给招惹到剑宫去，到时候自然有人会替我招呼叶清雪，那场面想想就有趣。还有，苏姐姐，我修为低微，这天机诀我施展出来，以你的境界，应该不会被影响到吧？哼，就凭你这筑基期的微末修为，施展的天机诀还想影响到本座？若非当初叶清雪身中道心枷锁，心神有隙，道境不稳，就你那点皮毛，连让他多看你一眼都做不到。说起来，你能用天机诀引动叶清雪的心绪，还得感谢姐姐我的道心枷锁呢。虽然被你莫名其妙给破了，这笔账咱们可还没算清哦。赶紧的，别磨蹭了。好，苏姐姐，你看好了。等等，不对，这运行路径怎么如此怪异？似是而非，很多关窍处的流转完全是颠倒的。周贤，你这天机诀是从哪里学来的？这运行方式根本不是我宗记载的任何一种。开始了，开始了！哇，这光芒好奇特，暖洋洋的，好像能透进心里一样。耶，有点奇怪的感觉。哼，肯定是错觉。我可是丹帝，道心稳固。继续看。功法来源你别管，就说学不学。要学，就按我这道行逆施的路子。有点意思。好，就按你的来。教。灵从心逆，乱而非静，逆脉一生灾。不对，这条运转路径是死局，灵力冲撞经脉，极易造成内伤。停下，周贤！你这根本不是功法，是毒，是引动心魔的焚心之毒。苏姐姐，你没事吧？我马上停。怎么回事？以他妖帝的血性都没法领悟，难道只有我能盗炼？苏姐姐，控制住！没想到我苏清秋纵横天下几百年，竟然会栽在你一个筑基期的小家伙手里。别，苏姐姐，你清醒一点，别冲动。还看！苏清秋，你疯了！你们在干嘛？周贤，他不会有事吧？你这小子的功法有点意思，难怪我按常理怎么都练不对。原来得跟你合力穿功，借你体内那股奇特的逆乱道运为引，方能真正修成。真是邪门又霸道的传承方式。行了，别发呆了，算是便宜你小子了。哼，这次你教我功法，我助你破境，咱们两不相欠了。发生了什么事？为何我的头这么痛？苏姐姐果然厉害，这么快就掌握了。我还以为这功法只有我自己能练呢。这功法邪性的很，非常理可度。答应姐姐，日后绝不可再轻易交与旁人。苏姐姐，我们现在出去吧。苏清秋，你居然对周贤你真学会了，这气息好厉害！小富婆，火气别这么大，我和周贤探讨功法，略有收获罢了。怎么，你也想学？不学。
谁要学你那邪术？行了，苏姐姐，你就别逗小然姐了，赶紧帮她把体内的道运余波拔除。不用，我有丹地道经护体，影响不了我。口是心非，以后可别偷看了，小丫头。若本座不帮你拔除道运余波，不出3月你便会被道运反噬，走火入魔。狐妹子，你抹除了他那段记忆，为何不让他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老娘我可没兴趣跟叶清雪抢什么男人。再说了，就这小子现在这点修为和演技，还配不上本座。管好你的嘴，今天的一切都给姐姐烂在肚子里。若是说漏半个字，姐姐我就把你那宝库搬空。听明白了？知道了。凶什么凶？不说就不说。周贤，苏姐姐的功法学完了，该教我炼丹了吧？反正伯伯还要2天才能出关，时间正好。行啊，小然姐，正好我也想试试金丹期的灵力操控起来，炼丹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不行，小富婆急什么？姐姐我得提醒你，这小子的功法有点特别，可不是光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就能学会的。特别能有多特别？我可是丹帝。你要不信，大可以试试。不过到时候可别怪姐姐没提醒你。那让周贤炼丹，我在旁边看着，总行了吧？这小然姐怎么回事？一会儿要学，一会儿又怕成这样，难道是被苏姐姐打击到了，觉得自己天赋比不上妖帝？唉，丹帝还是太年轻，心高气傲啊。行，小然姐，你想看就看，正好我也想再试试手。哼，这小富婆好奇心太重，得盯紧点。不过只是旁观的话，应该无碍。谅这小子现在也不敢再瞎教。不好，这是天机诀道运混合了雷劫的气息。你爹的化身雷劫被我方才失控的天机诀本源院道运影响了。什么？我爹的雷劫怎么会？完了！化身雷劫本就凶险，如今掺杂了这种乱人道心、引动道运震荡的天机诀道运。周伯伯心神若被侵扰，轻则突破失败，重则道基尽毁，甚至道心崩溃，神魂俱灭。这劫因我而起。小子，护好你自己和小富婆。这天机绝煞，唯有我能化解一部分。爹，苏姐姐！狐妹子，硬抗没用，这是天道雷劫与欲念杀气的混合体，需以纯阳至宝或清新圣物中和。我这儿有9窍冰心和玄天镇魔幡。吞噬之力连妖力、空间乱流都能吞，这雷劫本质上也是狂暴的天地灵力，再加上逆炼之火，双管齐下，拼了！小然姐，宝物先收着，以备万一。回来，你扛不住的！胡闹，给我滚下去！这是蕴含天道之威与桃花煞的混合雷劫，岂是你这刚入金丹的小家伙能碰的？沾上一丝，神魂俱灭！苏姐姐，信我一次，对别人是要命的玩意儿，对我可是大补。小然姐，你别担心，看我操作。小心！给我练！他竟真的能吞噬炼化天劫！来得好，多多益善！
小子天赋太过惊人，境界直接提升了，这还有天理吗？怪不得他说是大补。吞天炼道。没事吧？爽。吾儿，两位仙子，大恩不言谢。爹，使不得，您成功就好。周宗主客气了，本就是分内之事。怪物，真是怪物，被雷劈还能升级。好，好，我儿有天神之姿，哈哈哈哈！爹，您刚突破，还需稳固。我与苏姐姐、小软姐需即刻启程前往建功了。1月之期，所剩不多。我明白，贤儿，一切小心。爹在宗门等你名动天下之日。小家伙，休息片刻，我们便出发。这次走近路。等一下，他还没教我炼丹呢。小软姐，我改天再教你吧。不行，你答应要教我那种能练出上古丹韵的炼丹法，现在立刻马上。小软姐，咱们还是先去建功吧，这炼丹也不急在这一时吧。小富婆，你这就不懂事儿了。没看小家伙刚扛完雷劫，浑身是伤吗？哪有精力教你炼丹？要不你跟我们一起上路，路上再说。不行，路上颠簸，影响他发挥。就在这里，周贤刚才吞噬天劫，状态正齐，此时炼丹，说不定能有新的感悟和变化。这正是绝佳的观察时机。刚炼化完天劫之力，体内灵力必然混杂了雷霆道韵。此时催动他那怪火炼丹，到底会炼出什么？是带雷纹的丹药，还是能引动天象的异丹？想想就激动。这位丹弟太过执着，可我上次教苏姐姐差点，这次总不能又……小家伙，既然小富婆这么有兴致，你就随便炼一炉给她看看嘛。正好，姐姐我也想再看看你那种独特的炼丹手法，在修为大藏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新惊喜？让她练，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若再练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等我们到了南冥迷火境，凤九哥那个对火极度敏感的女人，说不定隔着老远就能感应到，自己找上门来，那才有趣呢。行，小软姐，我就炼一炉。不过咱们说好，炼完这炉不管成不成，立刻出发。一言为定，材料我给你备最好的。小软姐，我就炼最基础的辟谷丹。用这些炼辟谷丹，暴殄天物？不行，要练就练武器超元丹，丹方我给你，照着这个来。这我没练过。怕什么？反正你也不是正常练。小家伙，姐看好你哦。胡诌混杂，气机逆冲，这根本不是炼丹，这是在丹炉里开天辟地啊！太壮观了！这小子每次都能玩出新高度，这动静恐怕百里之外都能感应到。这炼丹怎么比渡劫还吓人？就是现在，给我逆乱五行，天劫为引，宁！玄天清文图，这可是能扛住炼虚老怪全力一击的上古丹壶，炼个丹竟给炼炸了！这哪是炼丹，这分明是玩命啊，小家伙！丹碎玄炉而出，异象滋生，还是逆乱五行之序，古籍从未记载，
这丹药本身就在逆天而行，好霸道的气息！这已非寻常灵丹，内蕴一丝逆乱道韵。搞出这么大动静，这到底练出了个什么玩意儿？烽火节气，此界竟有人触及此道。奇怪，怎么感觉刚才好像被人偷看了，凉飕飕的？该不会是咱们这动静太大，炸了炉子，引来什么不得了的大能注意了吧？小家伙，瞎想什么呢？有姐姐我在，哪个不开眼的敢打你的主意？活腻了不成？很好，鱼儿闻到腥味了。接下来只要进入南明离火境的地盘，那场面想想就让人愉悦。叶清雪啊，这份大礼，希望你喜欢。就是，怕什么？有我和这狐媚儿在，就算来一打大地，也得掂量掂量。谁敢动你，我就用丹药砸死他，用宝贝埋了他。哎，小然姐，你干嘛？这丹药蕴含的逆乱道韵和雷霆生机，太奇妙了，我从未见过。周贤，你这炉子可是我的玄天青纹炉，上古宝贝，被你炼炸了，这丹药就当是赔我的。别，这丹药炼得古怪，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功效，万一吃出问题。不会的，我有预感，这枚丹药绝对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说不定能让我窥见丹道更高一层的风景，这险值得冒。周贤，相信我，这丹……小然姐，成功了！我感觉到了丹道的另一扇大门。周贤，你太厉害了，谢谢你，谢谢你！哟，小富婆，这就投怀送抱了。刚才不是还义正言辞说只是学术研究吗？这丹药效果看来是真不错，连我们丹帝大人的道心都稳不住了呢。我这是太激动了，是学术性的激动。狐妹子，你别胡说。好了，闹也闹够了，丹药也吃了，小家伙，我们该出发了。建功之约，10日无多。对，出发。走喽，目标建功，出发！快到了呢。苏姐姐，前面天空的颜色怎么一片赤红？赤霞漫天，热力透空。狐妹子，你设的什么路？前面是南明离火境，那个鬼地方是能随便穿的吗？南明离火境很危险吗？何止危险，那是一个脾气超级差、一点就炸的女魔头的地盘，她最讨厌别人不经允许从她家附近乱飞了。小富婆说的没错，不过呢，从离火境边缘擦过去，确实是去建功最快的一条近路，能省2天时间呢，小家伙，时间不等人哦。如果只是快速通过边缘，不主动招惹，应该问题不大吧？为了节省时间，值得一试。好吧，就擦个边。希望那火罐子今天心情好。完了，空间被完全锁死了。是离火神剑，他发现了。看来咱们的邻居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啊。好可怕的火焰法则！留下练出烽火节气的小子，你讲不讲理？我们只是路过，你敢动手，我炸了你的离火境！凤姐姐，几百年不见，打招呼的方式还是这么热情如火呢。不过强留客人，可不是待客之道哦。苏清秋、苏小软，是你们？这小子是你们的人？他身上的火很特别，
那枚引动烽火结相的丹药是他炼的，丹药呢？丹药我吃了，人是我罩的。凤九哥，你别想打他主意。胡妹子，你带他来我地盘附近，弄出那么大动静，不就是要引我出来吗？现在我来了，这人我要带走研究几天。小家伙，看姐姐说的近路，有趣吧？这位凤帝可是个研究狂，尤其对天下奇火和异种道运着迷。你呀，算是被他看上了。研究几天？这架势像是要切片研究啊！苏姐姐，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带。晚辈周贤见过凤帝，晚辈身负建功问心路之约，急需赶路，恐难从命。建功，叶清雪那儿能炼出那种逆道之丹，还能让胡妹子和多宝仙府的小气鬼这么护着，你更让我感兴趣了。跟我回离火宫，回答我几个问题，让我看看你的火。若我满意，亲自送你去建功；若我不满意，你就留在离火宫，陪我研究到你元婴期为止，自己选。硬刚肯定死路一道，这凤帝看起来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跟他走，万一真被扣下，苏青秋这狐媚儿肯定乐现其成，怎么办？凤帝前辈想看晚辈的火，自然可以，不过晚辈有个小小的请求，久闻离火宫的火系功法独步天下，能否请赐下离火宫最基础的离火诀？赌了，这凤帝看起来是个直来直去的性情，我主动配合。最基础的功法对他来说不值钱，正好看看倒着练你们离火宫的功夫能练出个什么。要是能趁机摸清他功法路数，说不定能找到机会跑路。有趣，真是有趣。多少年了，还是头一次见着敢跟本座提要求，还是要功法的小家伙。行，本座允了，区基础离火诀给你便是。现在可以跟本座走了吗？周贤，你傻呀，跟他做什么交易？他那离火宫进去容易出来难。对了，你方才提到叶清雪，你与那冰山是何关系？他竟允许门下弟子身怀如此古怪的火种。凤姐姐，这可不是什么门下弟子，这是人家叶清雪亲自看上的小情郎呢。喏，定情信物都在这儿了，冰魄剑配，做不了假吧？这怎么可能？他居然真的会对人动情。太阳打西边出来，有意思。小家伙，路上你就可以看。本座很期待你能从这最基础的离火诀里看出什么花样来。苏青秋，你故意的，从一开始说要走近路，就算计好了要引着凤九哥出来找我麻烦，对不对？哎呀，小家伙，你怎么能这么想姐姐呢？姐姐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呀。为了我好，把我往火坑里推。这怎么是火坑呢？这是机缘。这女帝可是玩火的祖宗，你能被她研究，那是求都求不来的造化。而且姐我也很好奇，你拿了她的离火诀，这次又能导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新功法呢？你难道不觉得把她也一起拐到建宫去，那场面会比我们3个去要有趣10000倍吗？我可是非常期待他们俩见面的场景呢。疯子，你真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疯子！建宫那边已经够乱了。晚了哦，小家伙，鱼儿已经咬钩了。跟上，回宫了。恭迎女帝回宫！好家伙，排场真大！周仙，你别怕，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先顺着他。万一他真要对你做什么过分的研究，姐姐我肯定有办法带你跑路，我宝贝多着呢。这就是一方女帝的威势，跑路恐怕没那么容易。见机行事吧。凤姐姐，每次来你这儿都这么热闹，这些小火苗们还是这么怕你呢。恭送女帝。跟本座来。地方到了，小家伙，路上看了本座的离火诀，可研究出什么花样了？现在让本座看看你的火，还有你从这最基础的功法里悟出了什么。是，请凤帝前辈指教。果然奇特，并非
非世间已知的任何一种天地灵火，其性暴烈逆反，却又隐藏一丝创生之机。你这火种从何而来？晚辈也不知，修炼时出了岔子，就变成这样了。继续，试试离火诀。老规矩，倒着来。我用逆炼之火吞噬它，看看能炼出个什么。运行至所，引气缓慢，似是而非。周贤，你控制点！来了来了，就是这个。这不是修炼，这是掠夺，是逆转。这是火灵敕令，是直指火系本源法则的权柄。你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就随便练了练，也不知怎么就成了这样。有趣，太有趣了！离火诀变火灵敕令，凤姐姐这离火诀卖的可太值了。火灵敕令，这简直是火修梦寐以求的神通雏形啊！周贤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周贤，你留下，本帝要你功法好好教给本帝。又来？我怎么感觉我不是来修仙的，我是来修真界当女帝专属功法辅导员的，还一个个都这么不好惹。凤帝前辈想学，晚辈自然不敢藏私，只是晚辈身负建功问心录之约，1月时期所剩不多，实在无法久留，不如等晚辈从建功回来再。建功，本帝说了，教会我之前，你哪儿都别想去。凤姐姐，何必这么僵持呢？不如你跟我们一同前往建功如何？路上机会多的是，既不耽误他的事儿，也不耽误你学艺，两全其美，多好啊！不行，绝对不行！苏姐姐，你别添乱了。一个妖帝，一个丹帝已经够我头疼了，要是再加上这位一点就炸的火焰女帝，3个女帝凑一起跟我上路，那画面太美，我不敢想。哦，你这么不想本帝跟着？哎呀，小家伙是怕凤姐姐你气场太犟，这一路把她衬托得像个跟班呢。本帝偏要跟着，正好也有几百年没见叶清雪那块冰碴子了。别，凤帝前辈，我教，我现在就教您还不行吗？你有什么疑问，晚辈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求您高抬贵手，学完了放我走。不行，现在不能教。狐妹子，你又要耍什么花样？为什么不能教？凤姐姐，不是妹妹我拦你，实在是这小家伙的功法邪性得很，他根本没法用嘴教，也没法用玉简传。什么意思？难道还要本帝拜师不成？他的功法传承，唯有灵力交融，方能引动传递，逆向感悟。我当初的天机诀便是这么学会的。你若不信，可以问小富婆。是的，周贤也说他的法子很怪，没法正常教。怪不得叶清雪那冰山会。等等，如果这是真的，那本帝想学这火灵敕令。原来如此，倒是本帝小看了你这功法的特殊。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本帝便与你们同去建功，路上时日正好从长计议。肯定是苏清秋搞的鬼，怎么就非要去建功不成？按我离火宫的规矩，凡是出远门，须实践行宴，以火灵之实状行色，祈平安。今夜你们一同参加，宴毕，明日出发，无情建功。好呀好呀，早就听说离火宫的赤焰玲珑宴乃天下一绝，今天可要沾凤姐姐的光了。听说很好吃。清雪啊清雪，真不是我要带的，是他们硬要跟着的。你到时候可千万要明察秋毫，别把账都算我头上啊！好好吃，这就是传说中的赤焰玲珑仙，火候完美，灵力温和充沛，入口即化。凤姐姐，你们离火宫的厨子真厉害。自然，此宴所用食材皆需在离火境特定地脉温养100年以上，由宫中12位御火灵厨以本命灵焰精心烹制7天，方成此席。其味其效，天下无双，世间再无他物可比。
这火成腿的火灵分布好像有点不均匀，如果用我的火灵敕令加热一下，会不会？没什么，我就觉得这鸡腿好像还能再热乎点儿。哎，我好吃，太好吃了！这味道，活了，火灵活了。凤姐姐，你至于吗？几百年没吃过好东西了，瞧你这副样子，跟饿了3天的火灵兽似的，笑死我了！真有那么好吃吗？周贤，你怎么弄的？还有吗？再弄，快！天啊！原来火灵食材还能这样，灵力温和了10倍，美味提升了100倍。周贤，你怎么做到的？小家伙有这手艺，以后开个酒楼，姐姐我天天去捧场。哼，还说本地，看看你们自己，不也像8辈子没吃过饭？狐妹子、小富婆，你们这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吧？那个凤帝前辈，您看这吃的你也满意了，正所谓吃人嘴短，要不您就高抬贵手，留在离火宫，等我从建宫回来，我保证回来一定再给您做更好吃的。不行，想都别想，绝对不可能。本帝生平一大爱好便是搜寻世间至味，你必须跟本帝走。这一路上，你必须每天换着花样给本帝做好吃的。若是做得好，等到了建宫，看在你的面子上，本帝可以尽量不主动过找叶青石那冰碴子的麻烦。如何？这笔交易你赚大了。从功法辅导员变成专属厨子，不过用做饭换他不主动找清雪麻烦，好像勉强能接受。行吧，我答应您，但你也得说话算话。本帝一言九鼎。小家伙，你完了。凤九羹这火罐子以前曾说过，若有人能以10之一道彻底征服他的味蕾，他便纳人为帝君，共享离火宫1万载基业。这下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帝君，我就用火灵气令随手加热了一下鸡腿，后果这么严重的吗？小家伙，你此次前往建宫，恐怕不只是走个问户路这么简单吧？当然不只是问心路，我这次去建宫还要证明一件事：有情之道，亦可正道。哟，小家伙志向不小嘛。不过你打算怎么证明？难不成要在叶清雪面前跟他打一架？周贤，你别乱来！叶姐姐她修的可是无情剑道。无情宫铁律，门下弟子终生不得婚配，须斩断尘缘。她身为公主，更要以身作则。你要证明有情之道，这不是要她破戒吗？证明有情之道，小家伙，你是被雷劈坏了脑子？无情剑道七情断绝，六欲不染。你一个外来者，凭什么去撼动的人家万载传承的道统？就是，小家伙梦做的挺美。不如想办法了，把咱们凤姐姐伺候好了，她一高兴，说不定真赏你个帝君的名分。这话倒不算全错，你若真有心，不如好好钻研你的厨艺与功法，把本帝伺候高兴了，离火宫帝君的尊位未必不能考虑，总比去建宫碰一鼻子灰，甚至丢了小命强。规矩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铁律不也是人定的？谁说修炼无情剑道就必须绝情绝性？我相信清雪，也相信我自己。问心路我要走，
我也要挣。固执的小家伙，你可知建功最可怕的，或许不是叶清雪的态度。周贤，胡妹子说的对，建功深处还有一个更恐怖的老祖宗在闭关。她是无情宫上一代公主，也是叶姐姐的师尊，人称绝情剑尊，修为已至半步飞升，即将踏破虚空，飞升上界。那老妖婆，哼，本帝全盛时期也不敢说能稳胜她。就算我们3个就算联手，恐怕也难保你全身而退。那老妖婆的剑是真的能斩断因果、灭杀神魂的。小家伙，你现在还觉得你的想法只是打破规矩那么简单吗？即将飞升的老祖，连他们3个都如此忌惮。清雪之前从未提过，是因为觉得我没必要知道，还是他也无法违逆？飞升老祖又如何？规矩是人定的，路是人走的。他若拦我，周贤，炼虚方可称帝，在之后便是半步飞升。这等人物，整个中州大陆明面上不超过5指之数，每一位都是活着的传说。你一个金丹，竟敢想着要与那等存在碰一碰？半步分升，听起来是挺吓人。不过，不是还有几天才到吗？时间还够。萧然姐，能不能帮我布一个最强的聚灵阵？材料算我欠你的，日后我定当炼丹加倍偿还。聚灵阵，你现在要修炼？可是我们最多还有5天就到建功山门了，就算有最好的聚灵阵，5天时间你能？ 5天够了，我要在抵达建功之前突破元婴。小子，寻常天才在此关卡上耗费数十上百年亦是常事。5天，你当元婴是路边的野草，说破就破？小家伙，修炼不是儿戏，尤其是破境大关，欲速则不达，强行为之，恐有心魔反噬，根基尽毁之危。好，我给你布阵。我身上正好有一套9天10地聚灵阵的阵旗，本是给我自己冲击丹道瓶颈准备的，先给你用，材料不用你还。你千万小心，感觉不对立刻停止。简直胡闹！本帝倒要看看你这5天能玩出什么花样。好恐怖的吸收速度！元婴成，真的突破了！这气息浑厚绵长，道韵自生，绝非勉强突破的虚浮元婴。这到底是什么怪胎？他的天赋根骨明明很一般啊！立地成婴，小家伙，你究竟还要给我们多少惊喜？成功了，真的成功了！周仙，你太棒了，我就知道你可以的。可惜，要先将元婴稳固壮大，方能突破化神。等等，你突破元婴了，灵力对火焰的掌控是不是都强了？那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吃了？凤姐姐，你这关注点真是数百年如一日，吃货。理论上灵力更精纯，控制更细微，效果应该会更好。不过现在没时间弄大餐，就用这些，快点儿！本地的巡行宴还没吃够本呢。绝了，比以前还好吃10倍，灵力温和的像是天生地养，味道绝了。不过小家伙，
别以为突破元婴就有多了不起，在真正的半步飞升面前，元婴和金丹区别不大，都是蝼蚁，无非是大一点的蝼蚁。但看在你这么会卖力做饭的份上，本帝答应你，届时若那老妖婆真不顾脸皮对你下死手，本帝会尽力保你一命。姐姐，我虽然打不过那老妖婆，但带你用秘法遁走，还是有几分把握的。还有我丹药多，法宝多，灵石多，砸也能砸出一条生路。周贤，你别怕。多谢三位姐姐，这份情，周贤记下了。这火灵敕令的运行方式，就连我堂堂离火女帝都摸不着门，难道非得通过那法子才行？无情建功禁地，上空不得御空而行，上面的人速速下来，报上名号，说明来意，否则视同入侵，格杀勿论。哟，这不是白离剑使吗？这才多久不见，脾气见长啊！连姐姐我的坐姐也敢喊打喊杀了。欢颜宗圣主苏清秋，不知是苏圣主法驾亲临，白衣失礼，然建功进空乃是铁律，纵是圣主也请。铁律，就知道拿规矩吓人。我们只是飞得快了点嘛。看来素没砸坏你们东西，你来做什么凶？凶什么凶？再说了，认识这个吗？多宝仙府丹地令，我苏小软路过你们建功，不行啊！丹地令是多宝仙府的丹地苏小软，原来是丹帝大人驾临，晚辈失敬。但公规森严，即便二位亲至，也需九声警示中，是最高级别的嫡系狱警。聒噪，这就是你们无情建功的待客之道。奉帝陛下息怒，非是建功无礼，实乃三位联袂而来，阵仗太大。还请三位陛下明示来意，在下需立即通报公主，并请老祖出关定夺。三位女帝，他们想干什么？要联手攻打我建功吗？完了，公主虽强，可如何能挡三位同阶大帝？除非老祖立刻出关。周贤，你竟然还突破了元婴！白流剑使，在我走问新路前，烦请你将刘楚生带来。小家伙还挺记仇，现在还没忘记污蔑他是魔道的蝼蚁。这倒有趣了，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往本地罩着的人身上泼这种脏水。就是周贤，要是魔道，那天底下还有好人吗？他炼的丹能引出上古丹韵，他做的饭，他心性纯善，谁敢胡说，我第一个不答应。刘楚生，对，都怪他。如今周贤身边站着这三位火祖宗，丹帝和凤帝可都是实打实的正道魁首，他们都为周贤站台，这谁还敢说周贤是魔道啊？去，持我令牌，即刻前往冰牢，将罪徒刘楚生提出，要快。是。柳长老，好久不见。元婴，这才几个月，你怎么可能突破？白罗剑使，你看他如此短时间从筑基到元婴，不是魔道是什么？今日还敢来建功地盘挑衅，其心可诛。恳请剑使将此魔头就地正法，以正视听。愚蠢！在三位女帝面前喊打喊杀，还就地正法，简直不知死活。魔道，哼！本帝纵横天下千年，何种魔功秘法没见过？他身上灵力中正磅礴，道运自生，根基之稳，
尤胜寻常元婴。这等修为是你这废物能玷污的？你胡说！周贤的修为是我亲眼看着他辛苦修炼来的。废话少说，赶紧开问心录，一走便知。小家伙，还你，可别让姐姐失望哦。还请剑使开问山路。参见公主！公主明鉴，此子周贤定是魔道。哎呦，这不是我们日理万机、冷若冰霜的叶大公主吗？可算是舍得出来见见你的小情郎了，让我们这一大帮人在你家门口喝了好半天的西北风呢。冰块架子不小，本帝亲自登门，还得看你摆谱。你不该来的。答应人的事，自然要做到。如今我来了，来赴约，娶你。放肆！休得胡言！真男人，小家伙，姐姐没看错你，有种，本帝喜欢。叶姐姐，周贤他来娶你了，他好勇敢，对不对？多好的人儿，胆大心细，天赋诡异，有情有义，为何偏生是这块冰渣子先遇到了他？若是早些遇见，罢了。现在搅和的鸡飞狗跳，倒也热闹。公主，您听到了，此撩狼子野心，竟敢对您如此不敬，此乃死罪，天大的死罪！纵有旁人相护，他也必死无疑，请公主立即下令诛杀此撩。何人在无间宫喧哗放肆，妄动臣念？弟子拜见老祖，恭祝老祖万寿无疆，大道早成。弟子清雪，拜见师尊。蝼蚁之身，微末之能，挟持外事，擅闯禁地，口出亵渎之言，乱无母徒道心。前辈此言差矣。小家伙手持贵公信物，依约前来，何来擅闯？少年人热血赤诚，虽直白了些，却也当不得亵渎二字吧？哼，老妖婆，少拿境界压人，按规矩来，空口白话以示压人，我李火竟不认。周贤是好人，他还帮我突破了丹道呢，老祖不能不讲道理。罪，我何罪之有？依约赴会是罪，倾慕一人是罪，还是说，在你眼中，所有不合无情之道者皆有罪？晚辈斗胆说一句，前辈您所执着的道，或许本身就有问题。无情非是绝情，斩缘并非断念，强压七情并非大道，只是懦夫之行。放肆！且慢，前辈若不信，可敢与晚辈一赌？赌？你凭什么？就凭我能证明，请前辈将无情剑功根本大法无情剑典容我一关，无需传授，只让我感知其道蕴根本，我自有办法在问心路之上证明无情之道并非唯一正途，更非绝情绝性之途。若我做不到，任凭前辈处置，魂飞魄碎，绝无怨言。荒谬绝伦，蝼蚁也配观无道典？你冒犯本宫，亵渎公主，罪已当诛，不立时杀你，已是看在他们三人颜面，还想觊觎本宫至高传承，痴心妄想。前辈是怕了吗？怕您坚守万载的无情道
被我一个元婴小辈看出破绽，怕您的道并非完美无瑕。若前辈之道真无敌于世，又何惧我一关？你，师尊，弟子愿以公主之位，千年道杖为其作保，请师尊给他一个机会。若他在问心路上无法参悟印证，或道心受损，弟子甘愿同罪，自请打入九幽冰律，永世不出。九幽冰狱，那是比魂飞魄散更可怕的永恒折磨。这冰渣子也不是那么冷嘛。清雪，你太让为师失望了。无情剑心，竟因一蝼蚁动摇至此。也罢，既你自寻死路，清雪也愿赌上一切。本座便允你。问心路上会有一缕无情剑点本源剑意显化，你若能在其威压与拷问下稳住道心，当场参悟，印证你那套可笑的有情之说，本座便给你一个说话的机会。但若你做不到，或中途道心崩溃，不仅你要死，清雪也需依言入九幽冰狱。我接，但这是我与前辈的赌约，与清雪无关，无论成败，皆由我一人承担，请不要牵连他。答应你的事，我自会做到。纵使前方是刀山火海、万丈深渊，我也要闯上一闯。这不仅是赌约，也是我的道。好，便陪你赌这一把。废话少说，登问心路。蝼蚁感受到的差距，在绝望中忏悔，然后道消魂散。贤儿，为父等不到你了。尘缘已断，蝼蚁当诛。假的，都是假的！我的道不是逃避，而是直面；我的情不是弱点，是力量。不行，硬扛只会被磨灭。他的本质是斩情寂灭唯我。那如果倒过来呢？引剑意入体，逆练无情道。气息几乎湮灭。周贤，这小子在干什么？找死吗？不，他在做一件更疯狂的事。哈哈哈！道心崩溃了，他死定了。道非唯一，法无定法，无情非至道，有情亦非障。不可能，这不可能！差点忘了，这里还有一只聒噪的苍蝇。前辈，此寮污我清白，乱我心境，屡次挑拨，其心可诛。既然问深路已开，便请他也进去走一遭，用他自己的道心来验一验他满口的正邪吧。不，公主救我，老祖救我，我知错啊！现在清静。欢迎回来。我回来了，来娶你。逆练无情，化生心道，万载路，未有之变数。此局是你赢了，你的选择或许亦是一种道。吓死姐姐了！不过干得漂亮，小家伙，这下某块冰渣子可没话说了吧？化神了，味道是不是更好了？周贤，你太厉害了，我就知道你可以的。逆乱道痕，下界竟有人触及此境。
等我！传我公主令，即日起，无情剑宫封山，所有弟子入剑中苦修，100年之内，我必展开那天，寻他回来。仙界来的手有意思，小家伙别怕，姐姐一定会找到你。敢抢本地的人，管你是什么东西，烧了你！周贤我练好多仙丹，带好多宝贝，去救你！